今天我们要讲一段圣经里有点不太好意思讲太大声的经文。对，你没听错，这段经文太劲爆，太火辣，太有画面，很多人可能从小读圣经都没被教会老师念过这一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章内容用现代的话说是国家级8点档宫廷爱情复仇剧，尺度上看要标18岁以上。是的，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西结书第23章，两个姐妹，两段疯狂的爱情故事，最后一场灵性灾难片。准备好了吗？要系好安全带，因为这会是你从没想过圣经能这么直接的一章。2到3节，人子啊，有2个女子是异母所生，她们在埃及行邪淫。这段一开场怎么就这么火爆？但先冷静，这不是八卦，而是一个灵性预言，讲的是2个城市，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分别象征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。神透过这2个姐妹来说明他的子民怎么从年轻时还在埃及就开始偏行己路，爱搞偶像崇拜，还搞得自己像是追着异教文化跑的恋爱脑。第5节，阿荷拉归我之后行邪淫，贪恋所爱的人，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。阿荷拉也就是北国以色列，怎样了？他不只拜自己的偶像，还迷上亚述人，爱得不行。你以为他是在做外交？不，其实他是在精神出轨。他的爱情是什么？不是心灵的相知，而是眼目的情欲，外貌的吸引。穿蓝色衣服，是军长、副省长，满面俊美。讲白了，他是被权力和外表吸引，然后连灵魂都交出去。神说他怎么样？第10节，掳掠他的儿女，用刀杀了他，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。结果被爱的人反咬一口，亚述人最后反过来灭了北国。神说，我都警告过你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妹妹阿荷利巴，也就是南国犹大。11节，她妹妹阿荷利巴虽然看见了，却还贪恋，比她姐姐更丑，行淫乱比她姐姐更多。是的，她不是看到姐姐下场悲惨就悔改，反而更疯。她也爱亚述人，也崇拜外族文化。神说她怎么样？14到15节，又加增淫行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，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，仿造巴比伦的形象。哇，连墙上的画像都能迷倒他，这是真爱吗？这是偶像迷恋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了。他追求的不是神的同在，而是华丽、帅气、威风。总之就是一切神没有叫他要追的东西。18节，我心就与他生疏，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。神说，我原本对你满怀深情，但你一次次选择别人，选择假神，选择你那不健康的欲望，那我只能放你走了。你可能会想，这段经文怎么这么激烈？是要吓人还是要教育人？其实神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极端而痛心的比喻，因为他爱他的百姓，却看着他们一次次跳进伤害自己的关系里。这不只是一段古代政治预言，也是今天我们灵命的 X 光照相。我们是不是也常这样？明明知道那条路是错的，还是因为一点外表吸引就走下去。明明上次已经撞墙了，却在新版本的诱惑里再跳一次。
把神的提醒当作背景音，然后掉进自己的爱情偶像坑。结语：以西结书第23章不只是讲古代两国多荒唐，而是问我们，当你被诱惑吸引，你的心会选择什么？当你发现偶像不能满足，你还回得来吗？神说，我还在等你回头，你愿意停下脚步吗？